你要有这个欲望，对吗？对，你要有就是从这个困境中挣扎出来的一个欲望。对，就是中国有句谚语嘛，有志者事竟成。是。如果你有这个目标的话，那你就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可以了。Aria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你啊，可不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 Ariel 薛，我的中文名字叫薛珊珊。那我13年前呢来到澳大利亚，作为一名很普通的医学国际留学生。那当我取得了我的硕士学位以后，我读的是康复治疗医学。那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没有探索更多的人生可能性，我只是一直在读书。2013年我硕士学位毕业了以后，我就去参加模特比赛，然后参加创业训练营。所以现在呢，我是在做自己的电商品牌，同时做兼职的模特和小红书博主。我的账号是悉尼美妞 Ari。另外呢，我在悉尼国际礼仪学校还在做讲师以及他们的亚洲市场顾问。哇，对，你就是来澳洲这13年里面，你有没有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变成一个国际公民了，应该是这样说，就是 global citizen。我觉得我变得更自信了，而且我更愿意，更有好奇心了。就是我周围的人都跟我长得不太一样，说不同的话，吃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变得更好奇这个多元的文化，然后对自己是谁，就是我的这个 identity，我也更有明确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你其实非常适应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的氛围。对，我非常喜欢澳大利亚。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挑战。我相信你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过很多的挑战。你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你觉得这个移民我实在是移不下去了，心灰意冷了？有那样一个时刻吗？刚来澳大利亚的前1-2年，我读的是硕士学位。那我读的这个专业呢，它本身就非常难。英文是occupational therapy，中文就是康复理疗医学。首先你要去学医学解剖，就是你要记非常复杂的这个医学单词另外它是你的第2语言，对吗？就是你要跟学生沟通，然后老师上课讲 lecture， 幻灯片看不懂或者听不懂，这又是一个 challenge， 对吗？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还有国际留学生，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付全额学费的。我有好几次我觉得我可能都过不了了，学业繁重。对，非常繁重，我觉得我可能过不了了，就会给我妈打电话哭。我妈就说要不你就算了，咱们就回来吧就是父母都这样嘛。所以就是3重压力，学科本身很难，又是英文挑战，再是呢你又有这个经济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就觉得别人说我不行，别人让我放弃，那我偏要成功。所以我当时就对自己有点狠，我就取消所有的社交活动一心就是学习，考过这个学业拿到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唯一目标。结果很好，很满意，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挂科的顺利毕业的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语言一定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读这个专业的基本上都是当地学生，所以你要被迫你要跟他们讲很多英文，而且要讲很多很有深度的英文，就不是日常的交流。你要讲，比如说要讲心理学，要讲社会科学，解剖学，治疗学相关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过了这个坎儿以后，后面的一些挑战，我觉得对当时读书这个挑战来讲，都不算大问题了。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对你来说来澳洲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是最开始的读硕士期间。对，其实对我来说也一样。是吗？因为我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很不巧的来这读书，遇上了新冠疫情。然后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当时国际留学生都通常选择合租嘛。对，合租的话，其实很多都是你刚来这里嘛，你不认识任何人，很多都是陌生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下，你就每天待在这个房间里，然后又是上网课。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社交，我跟你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交，只能说关心在自己的学业上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由自主的会变得自闭，因为我有3年没有回家，3年没有吃年夜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家里面也有亲人不幸的去世了，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回中国去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去了一趟 Sydney Market，然后在那里发现了一把就是这么大的塑料电子琴。OK，然后我就开始弹琴练琴，然后我练到一定阶段之后，我加入了一个本地的乐队。哦，那很酷对，哎，这个很棒。因为我们最后在唐人街啊，在一些悉尼的地方 studio 里面进行了演出。这个演出反响也不错，收获了一些朋友和粉丝，鲜花和掌声。你知道那对于一个自闭的就是留学生来说有多么重要吗？所以我觉得是音乐帮到你很多。对，音乐帮到我很多。就是你要有这个欲望，对吗？对，你要有就是从这个困境中挣扎出来的一个欲望。对，就是中国有句谚语嘛，有志者事竟成。是。如果你有这个目标的话，那你就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可以了。那我们刚刚聊了，又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又是这个挑战，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收到过来自外界的帮助？你有没有收到过，比如说别人给你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有关于如何更好的生活在澳大利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建议吗？我学到很多社会经验、生活经验，其实是跟澳大利亚是不相关的。我拥有的其实就是20多年的中国生活经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向当地人请教。所以我当时我是一个特别擅长爱问问题的人，就是我有什么不会，我就会请教别人，包括我的同学、导师，甚至路上的陌生人，我都敢于发问，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但我觉得其实帮我最大的就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导师，就是 mentor，或者是一个 coach，过来人，他会给你很多很实际性的建议。我学到了很多。就是很细微的英文沟通上的一些技巧。你说的话，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就有点生硬，有点直来直去的。对，直来直去。你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很多人他都是很常微笑，很 friendly， 所以就是，他就给我很多建议。首先，你讲话的时候呢，要多微笑。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跟当地人打招呼的时候，你经常微笑。别人就会给你有回应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叫 culture shock， 就文化冲突不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讲话有口音，而且可能语法有错误，所以你就慢下来讲。另外，他还给我教了一些语言沟通上的一些技巧，叫多用问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就中国人，比如说来这边讲，要一杯水。他就会说英文啊 ，I want this bottle of water， 就是你这样听起来，别人会觉得好像你在命令我、歧视我。但是从老外角度来讲，他就觉得你没有礼貌。但是这句话你要把它更柔软的、更 soft 一点来讲，就是 Excuse me, may I please order this bottle of water？ 就是这个差异化就会让你觉得哇哦。就听起来就很当地的这个发音，其实这也是不同的语言的语境带来的不同。有时候并不是说出于本意的不礼貌，对，我不是不礼貌，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句子。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对于尤其是一些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来说非常的重要，能够帮你快速的融入这个环境，能够帮你学会怎么跟人家沟通。其实真诚微笑是最棒的一个技巧。